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医是中飘的意。上次我有分享过一部影片，是有关于透过 C3 来制作 3D 的 FPS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今天我想花一些时间来实作，展示一下如何透过 C3 制作这样一款 3D 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先进到 C3 的编辑器，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里面，我们先点选 New Project， 替这专案取个名称，选择用横向的16:9，按建立。进来之后呢，现在这里是一片空白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先把它的那个格线跟粘贴到格线这两个打勾。首先，先让我们建立玩家控制的主角。那在画面上面的话，我们在任何地方左键点2下，可以看到 3D Shape。那我们这边建立一个叫 Player， 你就看到这是一个小小的骰子。好，那这个骰子的话，我们最简单的是希望能够控制它的上下左右，所以需要新增它的 behavior。一般来说，我们是会用8方向，但是如果说是在 3D 世界中的话，我会建议用 car。那这边我们先执行看看。好，我们现在透过方向键的话，我们会移动。那看起来我按上的这个方向的话是5这一面，因为表示它的正面是在这里。好，那接下来我们简单一点，直接要看到 3D 的效果，其实在上次影片中有提到，我们就用 3D Camera。3D Camera 放进来了 ，OK。那放进来之后，现在执行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切换到它的 3D 视角，感觉起来这个世界没什么参照物。我先简单贴一些地板好了。我建立一个新的 sprite 叫 land。这里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参照物。这参照物做好之后，那这一个车子的移动方式，我不想要它这样滑来滑去的，所以说在刹车的部分，我要调强一点好了，把它调到90几万，这样等于是一过去就停下来，然后加速度吗？加速度调0，加速度调到1500，我觉得还 OK。感觉这世界有点小，要把 size 调大一点好。目前它的 view 的 size 在专案的设定是854×480，但我觉得有点小，所以我想把它调大一些。那我把它调成
1920乘1080。这样的世界看起来大很多。好，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方格就在这个世界可以移动。那移动的方式，我目前现在是透过方向键在移动。我比较想要是用 WSD 来执行它的移动，所以说，新增键盘的物件，那这样就可以去改它的预设移动方式，改成用 WSD。On key pressed， 这边是 W 就上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模拟它移动往上的时候。那因为它是用车样的方式，所以上其实是加速，上下左右 W， 然后就是刹车就是 S 就是 brake。A 的部分是左转，D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右转。然后我们关掉它的预设控制，看一下效果。我用到 key press 的，其实应该是要 is down 的时候，所以这样只会一点一点移动，这样很奇怪，那玩起来不顺畅的。好了，这边这里改成 key is down， 直接左键2下进去，改成 key is down。好，改成 key is down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OK， 这样就正常了。要不然刚才这样子用 on keys pressed 的话，就是按一下点一下，这样不行。我们是希望它持续移动的。有地方设定错了哦，对 ，A 的部分这应该改成 lift， 刚才玩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好，这样就正常咯。好了，再比较关键是怎么样让那个摄影机一直持续的改变它的角度。那这里用 on start layout 应该是不正确的，其实我应该是要用持续的在移动的状况下去改变摄影机它的观看角度。我们现在要模拟跟使用者一模一样的前进的时候观看角度。好，现在还是这样子，看起来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想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在这一颗方格里面的 XYZ， 那这样子有可能导致说它的摄影机其实完全插在这一个方块之中，那我们当然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里我们可能在它的摄影机 Z 轴再把它调高一下，把它调到Z 轴+10，看一下这个效果。哇！还是看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30呢？我们终于看到这个世界了。所以当我如果调成 Z 轴+10的时候，我等于是在这一颗方块的头上30的高度。那因为这个方块目前它的设定高度是15。所以说30是远高于它的。我在猜，如果我们设定成16，应该就可以稍微看到这个世界了。没错，16的时候就看得到。但因为摄影机其实还在这个方格上面一些些的高度，所以你还是会看到这个方块。好，那不然我们调20好了。20这样就 OK 啦，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了。
关卡设计，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简单设计一个关卡，来看一下，有点乱了。那地板的话，我想怎么设计？我自己个人在做简单设计的时候，我会用 PowerPoint， 我先插入图案，反正这个如果之后你有自己想要的图案，你可以自己去套用。那这里我是先做简单的 demo。那我填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想象它是地板嘛，所以说地板的话，我可能就用花岗石的这个，然后线条的部分我就不填线条，右键另存图片，类等00。好，然后我换一下这个的材质，这个材质目前是绿色，这是我刚才填充的，然后把它换成刚才我用 PowerPoint 画出来的地板，点两下进来，换成这个花色。好，那这个花色我稍微把它扩展一下，像这样子，把我们的主角放上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板已经被换上来了。那再来，我们需要做一些墙壁。那我把这一颗方块，我看把整个世界都先换成这个地板好了。OK。好，那墙壁的话也是跟刚才一样，我们是透过 PowerPoint 来制作一个花色，选择一个材质。那墙壁我就用胡桃木，这个好了。另存新档成 PNG 档，点两下左键 3D Shape， 然后 Wall 00。好，这边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了。测试一下，目前这个一样是墙壁，然后我其实可以调整它的大小的。那因为3D 效果其实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这边再把这个墙壁弄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这里这个墙壁做出来了。那这个墙壁的话，其实目前它是拥有一个固定高度的，目前设定成15。那你这时候如果按住 Ctrl， 然后左键去滑，是可以调整它的大小、它的高度的。那我这边直接设定一个高度，我设定成50好了。50的话，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高的骰子墙。不过这骰子墙其实确实是我们要更换一下它的墙壁的材质。你目前可以看到这个面对我们这一面是骰子4这一面，其实你每一面都可以去更换了。那反正我们就先把每一面都换成我们刚才设定的那一个Wall 00的材质。我看一下效果。好，所以这一面墙已经做出来了，对吧？这样就是一面墙了，而且是有材质的墙，感觉就比较厉害一点。好，那就把这个墙挡起来的话，我们先把这个世界挡起来，因为其实这边是简单的设计关卡一下，所以说有稍微复制贴上一些。那再来就设计这个世界了。我觉得我们先简单设计这个世界就好了。
这样这个世界就被框起来了。好，一共就是一条路径走到底，所以我们需要设定一个终点的地方。所以以玩家这里来说，就是起点嘛。在设计过程中，可以一边设计一边看一下。不过目前感觉起来这个走速有点慢，我们可能是因为世界设计也比较大，我把它的最高速度调高一下，我把它调到1000好了。好，所以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走到了这一个区域了。我们把终点设定在这个地方好了，左下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设计一个叫做终点。那终点的话，可能是一道传送门，所以我们就 path level。这里的话，我就像是在我之前分享的影片一样，我就改成用蓝色的。这边先把原本的素材 Ctrl A 全选，然后 Delete 删掉。好，然后我填满这个蓝色。OK， 好。这一个我就叫做 path level， 就是通过关卡。那其实它是有一些高度的，目前其实它旁边是设定的高度是50嘛，所以这里我也设定成50。看一下，如果把玩家丢过来之后，玩家在上面这里，我把它往下丢，看一下看到这个门是什么感觉。哦 ，OK， 所以这个门看到之后会是这个效果。好，那我们简单设计一下下一个，就是当它碰到之后会进到胜利的画面。那我们叫做 win。那看一下，这是中间的地方，那就简单写 you win， 调100，然后字体啦、字重那些，我们这边做一些调整。感觉还是不够大，300呢？300差不多。You win。先单纯看这一页。好 ，OK。这颜色的部分我把它调成绿色呢 ，OK 啦。然后这边如果进来之后，我们希望他按了任何的键盘之后，就会切回到刚才的那个游戏阶段。我们把这个 layout 改成叫做 game 好了 ，gaming。那这样子的话，使用者这里也调一下，这样比较知道说它对的是哪一个脚本。好，在 Win 这个阶段的话，如果当使用者按下任何按钮，我们就让它的游戏的阶段 Go to Layout， 让它跳回 Game 那个画面。这边简单测试一下，我们假想我们已经走到那个蓝色的门，然后现在已经在赢的阶段了。那我们键盘按下任何按键，它就回到原本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可以再进到游戏这里做测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使用者的玩家直接进到这里，接近一点，我们测试一下。哦，看一下哦。所以它的正面是骰子5就对了，骰子5才是它的正面。好，那这里我们如果现在走过去，一定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因为这个门没有做任何的任何的脚本去指定它说我们碰到它就会进到 Win 的那个画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新增一个事件，当玩家那碰到这个东西，就是用 collide on collision with another object。那哪一个物件呢？就是这个 path level。那大家碰到 path level 的时候，我们就会将它 go to layout，go to layout 到哪边去？到 win 这个画面。那这样写完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是不是当它碰到这个东西之后，它就会直接跳到下一个画面。碰到了 you win， 然后按一下键盘，它又回来了。好，看起来这样就 OK。好，那我们把玩家拉回到刚才原本来的地方，就稍微记得一下，我们玩家如果是，哇，我点到什么了？玩家的正面其实就是骰子5，所以你要看一下，你希望它开头出来的时候是哪一个面向。那目前的话，骰子5我们要设定这一面，也就是一进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看到往下这个角度才是我们想要的。那看一下 ，OK， 看起来没问题。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设计一下敌人吧。敌人的话，我们可能希望在下面这个地方设计一个。那敌人怎么设计？敌人跟刚才一样，我们要设计它是有高度的，所以就是 ENEMY 00，我们也就是这个天字1号敌人而已。一样是一颗骰子。那这里的话，我们在这个类我们再新增一个 enemy， 然后将这一颗骰子放在 enemy 的位置。好，那 enemy 这里的话，我就给它一个图示，用这张脸，黄色的，比较有警示的效果。另存新档。好，那我们开始来帮它换皮吧。这个过程你可以顺便看一下哪一面是它的正面。我们刚才知道说5的话会是它的正面，所以说 right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正面。反正我也不确定，反正就试试看嘛。所以这一面是它的正面，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好，那我们就前后给它换一下。那它相对就是 left 嘛。这个图之后，你可以再换成你自己需要的。我现在索性就干脆全部都把它换成这个图示。那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看一下。好，所以看起来敌人就是长这个样子，不过感觉有点小，就把它调大一些。目前高度是这样，我把它调到30，但30可能会变成长立方体，会怪怪的，有没有？所以说，现在还要调整它的 size。400、200，扁平状的。我
我刚才赫然发觉，我其实可以穿透这个世界。现在这个墙壁没有任何墙壁的效果。好，我们 enemy 先放着，墙壁会穿墙这件事情是比较严重的。我刚才忘记了，其实很简单，只要在 Word Behavior 这里新增一个叫 Sorry， 它就可以阻挡玩家了。有没有？我刚才会穿墙啊？有没有？这样子就不会穿墙了。这样子玩家就无法穿透这个世界。好，那敌人现在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希望敌人会去追踪玩家。用 Move to 好了，我试一下，有 Move to 这个行为，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可见视野 ，Line of Sight， 就是当他看到玩家的时候，他才会去追玩家。这里有一个 has LOS to object， 就是我们想要设定，当他看到玩家的时候才会做什么事情。那玩家的话是指定这一个。那当如果看到玩家的时候，他就会尝试去移动至玩家的位置。这里只要选择用 Move to Object， 它就会有一种类似像移动的方式。好，试试看，执行了才知道嘛。这样子是你没看到我呢，还是怎么了？我的范围其实很大的哦，这里选错了，要 Move to Player。你可以感觉到他有尝试在接近我，它的移动速度非常慢啊。我觉得它可以走快一些。我看看哦，最大速度1000，然后加速度超快的，然后我们让它不会有那个停下来的状况。重新执行一下看看。没有，这样速度就很快。好，那这边我们要解决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它的那个视野范围啊。目前它的视野范围，在它预设定的 range 是10000，其实这距离非常的大。那我们这里设定成300好了，300可以看一下它到什么距离才会追。我们前进一点试试看。哇，300不就跟瞎子一样了？太小了。那1000呢？哦，这样有点 shock， 那个速度还是有点可怕。我调800，1000的话，我觉得距离还是有点近。照理说，我觉得我应该进到这里左右，他应该就要看得到我了。所以我们测试一下，我觉得3000试试看。OK， 我觉得3000这个距离差不多。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我们设定成3000的时候会开始追玩家，然后刚才这里，我就把它调400乘以400好了。OK， 它这样就会来追杀玩家了。这距离差不多。好，那我们接下来设定下一个，就是在之前的 demo 范例有没有看过？就是当他敌人碰到玩家的时候，玩家应该就会输掉，所以我们就 lose。那跟刚才在 Uwin 那边有点像，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简单放个字就好了，一样左键2下，然后用 text 55键，然后 lose。你看你那边呢？我设定是多大？这边的字体设定是300，那我这边一样设定成300，先调大一些。
字体300，然后用红色比较显眼的字体，改一下字，然后出体。好，那字内的挖屏调成这样子。看一下画面，差不多是这样。那跟刚才一样，就是按下任何按键，我会把它返回到游玩的阶段。Go to Layout， 到 Game 这边测试一下。OK， 好。那刚才讲说敌人会尝试去追杀玩家。那当碰到玩家的那一刻，玩家就会输掉。所以很简单，就是当 enemy 碰到玩家是什么？碰到玩家就是 on collision with another object， 然后是碰到玩家。那碰到玩家会怎么样呢？碰到玩家就会 go to layout， 移到那个输的那一边。我们来执行一下。我故意让他 touch 我一下，吧唧，我们就输了，有没有像恐怖片一样？那我按下任何按钮之后，又回到游戏阶段，所以这样就是我要的状况。好，现在这样子状况就变成说，玩家只能一直跑嘛。其实这不是我们一开始设计想要的状况，我们希望玩家其实可以射出子弹的。那射出子弹的话，我们这边就新增一个叫就是一样是 3D shape， 那设计一个叫做 bullet。bullet 的话，我们这边的话，简单把它全部把它换成一个红色的正立方体。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我们现在知道玩家的，我看一下，我们知道这一个是这样子，有时候射出去之后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我先放在前面看一下它的大小，参照一下。这个子弹看起来有点超大的，所以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先调成60×60，然后大小调成7.5，让它变成一半的。哦，有点高呢。5。子弹把它设定成5，好吧，就这样，感觉比较明显。那高度的话，这个子弹我们设定它高度要稍微高一些，所以说比较贴近我们的话，这个是海拔高度，所以我们设定成10看看，10差不多，再多一些好了，到15。这感觉好像会影响到玩家。12。其实我做游戏就是这样，就是一直不停的去做修改跟尝试。这里又要再调一下了，调成2。好，我觉得子弹应该就这样子吧，子弹应该这样看起来蛮 OK 的，所以有点胖啊，不过就这样子咯。好，那子弹会有什么行为呢？子弹几个行为，第一个行为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勾选它是 bullet 子弹行为。现在还有一个出速度400，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是怎么样。调过来一下，看它的速度。我其实是想要直接看到90度看看。好，感觉这个速度有点慢，我希望这子弹速度要再快一些，所以我把它调1倍的速度看看，变成800。1200呢？1500好了。
好，1500这个速度还不错。那我们要让玩家可以固定的射出这个子弹，所以就是当玩家 key is down 的时候，那我们设定成空白键，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产生，我们叫 create object 建立物件，然后是 bullet， 它的 layer 我们设定成 player 的 layer， 然后 player 的 x 轴 ，player 的 y 轴。这等一下又看到一排子弹往旁边飞了，还不错哦，你看不管怎么射都是这个方向，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子弹射出去的时候，你没有去指定它的位置，那所以我们怎么指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定，当这个子弹被建立的时候 ，uncreated， 那它就会去设定它的 angle of motion， 把它设定成 player 的 angle， 看一下效果。有没有？这样就是玩家的位置了。你别过来你。好，那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能看到这一整条？就是因为你射这个子弹啊，它是没有 CD 的。但没有 CD 的状况下，它就会一直射。所以我们这边要简单设定一下，它多久可以射一发子弹。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新增一个全区的变数，那我们就设定成 CD of bullet， 设定成多久呢？我试试看 0.3 秒一发。这个变数是代表一发子弹你的 CD 要多久，但是我们要做一个计时器，是代表目前玩家正在下降的 CD， 我们设定成0。那这里我们就要改一下了，这里我们可以新增一个sub even。那 sub even 的话，我们可以设定成比较这个数值。当这个 bullet CD 等于0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子弹射出去。那当它射出去的那一刻之后，我们就必须要设定这个 bullet CD 变成系统预设的 CD of bullet， 这样子就可以阻挡。其实如果你这个时候按，大概只能射出一发子弹。为什么可以一直射？有个拉扯的。我这里搞错咯，我摆错地方了，应该是在这一个 space is down 的地方。好，这里就对了。这时候就只能射一发，而且再也不能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时候射出那一发子弹之后，这个玻璃就会变成 0.3， 但变成 0.3 之后，却是永远没有被调整回来。所以我们需要替它做一个计时器。我们可以设定用这个 event 是每几秒钟，那我们设定成每 0.1 秒钟执行一个回圈。那每 0.1 秒钟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 sub even 当这个数值大于0的时候，那我们就要 subtract from 这个 0.1 秒，那这样那个数值就会持续下降。那这个完了之后，我们还再调一下，当这个数值小于0的时候，就是不是刚好等于0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那一个数值 CD 的数值刚好设定成0。好，那执行看看有没有这样子，就变成是一个每 0.3 秒就射击一次，感觉比较正确一点。好，
我们要让它设定成，当它碰到那一个敌人的时候，它会消失。应该说，子弹碰到墙壁呀，或者是碰到敌人的时候，它都应该被 destroy 掉。所以，当它碰到墙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子弹 destroy 掉。测试一下对墙壁 destroy 有没有效。我先设定到薄薄的墙壁，就知道我的子弹到底有没有被 destroy 掉。好了，哇，有点高。不要这么高，挡住我们的视线。我设定这个墙壁，可以看一下我子弹射出去之后，它到底有，它碰到墙壁之后就会 destroy 掉。好，那这一块我是确定的了。看起来碰到敌人之后，子弹碰到他身上之后，他就会消失。好，这样是看起来是有的。这子弹我们就把它藏起来了吧。预设的这一颗子弹是 prototype 用的。我觉得子弹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把它调到2000好了，把它调到2000。这里我们就要开始来复制敌人啦。所以你现在看到有3个敌人冲过来啦。我刚才才发觉，跟滑有 stop 这边要勾一下，不然你玩家停下来的时候没办法移动左右，这很不方便。刚才没有注意到。那你现在子弹是不是这样射过去，它会追敌人？其实对于玩家来说会有一点吃力。所以我想要让这个子弹是可以去追踪敌人的。那跟刚才一样，我们这里也新增一些 behavior。新增第一个，我们刚刚 line of sight， 因为让这个子弹似乎有眼睛一样，它会去追敌人。那根据我们刚才看到它追玩家的距离来说，是用800。那我们也不能让玩家太好过，所以说我们这里设定它的那个追踪距离，我们设定成400好了。然后追踪成400之后，所以我们要尝试让它去追踪敌人，所以一样我们用 move to 这个function， 这一个行为，这里可以参照刚才就是这一个部分，我们把它复制下来。我们可以参照当子弹它看到了一个物件，那个物件是敌人的时候，那会做什么行为呢？就是这一颗子弹，它会尝试移动到那一个敌人身上，那这样效果就会有差，这样就会变成追踪弹了。哇，看起来没有效。等一下，这不是视野范围太差了吗？800，试试看。有，你有没有看？子弹在追踪了。有些子弹啊，它刚才敌人射死了之后，然后就因为敌人不见了，那他现在找不到敌人，所以还不会消失。所以我们要设定子弹一定时间内会消失。在子弹建立后，我们设定让它 wait 大概1秒之后，它就应该被 destroy 掉。不行，1秒太短了。设定成3秒。至少3秒之后，这个子弹会消失。好了，那我们就继续来制作电脑大军了。所以我们就信手拈来，随便做。
好，来看一下。转个弯过去，都是低，哇，这有点惊恐啊，这对玩家有点可怕吧？然后在这个嘎角好像会好一些。大原则还是不要让玩家觉得哇，我一转过来就是敌人，吓死了。OK， 转过来之后。哦，敌人这时候注意到你了。好，再进到下一个。哦，他们似乎视野范围还是 OK 啦，4000有点小就是了。好了，这样子我们就通关咯。OK。好了，以上就是透过 C3 去建立一款 3D 的 FPS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我花了没有很多的时间，是为了要解说。如果说我直接去做的话，大概1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了。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如果说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2022年新年快乐！这边一样工商服务一下，我们家小杨推出了新的耐贴图，就是咩的咩咩咩咩新年日常，这是配合2022年新年喜庆所创作的贴图。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到 Nice Store 上面参观选购。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夫妻俩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最后，在这新的一年里，祝福您生龙活虎，虎跃星辰；虎虎贺岁，虎气冲天；如虎添翼，虎力全开；虎虎生风，龙腾虎跃；虎啸祥瑞，瑞虎丰年；鸿虎齐天，五虎临门。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虎满乾坤，虎满门，虎年行大运。